沙蚕每个人都爱吃，但你们了解沙蚕吗？对于这个神秘生物都有哪些特别之处？究竟好不好吃？本期视频大解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郭。今天咱们就整起沙蚕。沙蚕在环节动物多毛纲里面是一个很典型的生物，最长的能长到3米长。你们在网上看到的波比特虫就是一种巨型鸡沙蚕。我本来订了一条不到1米长的海南版的波比特虫，但种种原因吧，就是没发过来。等啥时候再整着再给你们讲啊。在南方有一种称之为河虫的美食，其实就是一种沙蚕，叫油吻沙蚕，味道极其鲜美。与虾怪共生的这种沙蚕呢，叫环唇沙蚕，在大连有些渔民呢会用它来包饺子。本期的抛词一题，我们将对沙蚕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。我们这个沙蚕隶属多毛纲游走目沙蚕科环唇沙蚕属，主要分布于黄渤海，整个身体由100多个体节组成。除了第一体节特化成了领状结构，围绕在头部以外，剩下的体节都差不多。尾部的最后一节为钢节，在钢节上着生着一对钢须。来，仔细看，在它头部的脑瓜门子上长有4个小黑点，这些小黑点就是它的眼睛，可以感知光线的强弱。这对白色呈棒状的部位是它的触角，触角的中间着生一对比较短的触须，还有4对比较长的触须长在头部两侧，1对触角，5对触须，再加上尾部的1对钢须，说明沙蚕的触觉功能是很强大的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嘴部特征，它的嘴呈翻吻结构，平时缩在头部里面，当进食或受到惊吓开启防御的时候，利用咽部的收缩肌会翻出来，嘴和咽部已经合2为1了。上面有一对大颚是长在咽部里面的，非常的锋利。大颚的根部分布一些几丁质结构呈锥形的颚齿，在口环处也长有许多小的颚齿，主要用于帮助进食。不同种类的沙蚕大颚的结构都有所不同，力量最强、较为发达的当属波比特虫。当它捕食的时候会张开巨颚，悄悄地潜伏在洞口，遇到了鱼儿便会迅速出击，将猎物夹住，然后拖入洞中大快朵颐。还有一些沙蚕，比如吻沙蚕，它的大颚是有毒的，大颚的根部长有毒囊，而且是有2对。这种沙蚕是不能用手来把玩的，一旦咬上一口注入毒液，那是嗷嗷的疼啊。但环唇沙蚕是没有毒囊的，不用担心。它的体壁很薄很脆弱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背血管，它的血液含有血红蛋白，血液的流动是靠背部血管的收缩。这个是幼体腹血管的走向，看得比较清楚。腹血管在每个体节会发出很多条的支血管，然后分布到各个器官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它的游足。游足是原始的腹直结构，不仅是运动器官，在沙蚕中担任着非常重要的呼吸功能，相当于它的鳃。游足为叶片结构，除了前2对为单叶形，其余的都呈双叶，分为大的背叶和小的腹叶，每个叶的根部都长有一个白色短小的叶须和棕色的刚毛。在游足的里面还长有呈黑色的足刺，起到支撑游足的作用。呼吸的时候扇动游足，通过密布的毛细血管来获得水中的氧气。重点来了，如何区分公母？看颜色，母沙蚕进入到生殖态时，身体的颜色会发绿色，这些绿色的物质都是卵细胞。繁殖期间，卵细胞几乎会充斥整个腔体，就连游足里面都会有大量的卵细胞。而公沙蚕体内则会产生大量的精子，背部则会发白。当繁殖季来临的时候，会出现群婚现象，这时候便会成群的浮游到水面，相互环绕。此时母蚕会先释放激素来吸引公蚕，并诱导公蚕释放精子，排出来的精子反过来再诱导和刺激母蚕产卵，它们会不惜一切代价，甚至撕裂自己的身体，快速的释放大量的精子与卵子。当婚飞完成后，也是它们生命的终结。好了，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。剪开体壁，在每个体节间都有一道隔膜，这个球形的部位是咽部，咽部的下方透明的区域是食道，在食道与咽部的结合处长有一对囊状的部位，这是它的食道盲囊，可分泌消化酶帮助消化。它没有胃，食道以后就是肠了。在肠壁上长有一层黄色的组织，叫血色素细胞，这种组织结构相当于肝脏。它的肌肉主要在腹部，看着口感不错。以上就是沙蚕的基本特征。
那么沙蚕应该如何处理呢？只要把嘴挤出来就行了。如果不去掉的话，你看这对锋利的大颚，吃上一口很容易扎你的牙花子。那么沙蚕怎么做好吃呢？今天我们解说腌爆沙蚕。得先将沙蚕焯熟了，起锅烧油，把葱姜丝炝一下，倒入焯好的沙蚕，调味加入盐、味、糖、胡椒粉，最后放入香菜段，翻炒均匀，这就好了啊。剩下的大蚕我们挂点蛋糊，软炸一个，炸到金黄色捞出来就可以了，这也 KO 了啊！来吧，开灶。我问一下啊，都有谁吃过沙蚕？你看看这么多人都吃过，来，咱尝一下啊。十分鲜美啊，很浓郁的香气。它的口感呢很诱导啊，不是那种就是哏揪的口感，吃起来有一股那个烀螃蟹的味道，怪不得鱼儿都爱吃啊，好嚼。它虽然没有那个海肠那种极致的鲜啊，但是它香。这种香气来源于它那个生殖腺，非常不错的小海鲜啊。咱们尝个炸的。你们如果要是在意它的外形的话啊，你就用锅糊炸，你就当远大利己啊。先撒点老郭家的满口香椒盐，这个要比这个炒的更香一些，外酥里嫩，炸的更香啊！你看，这里面都是沙蚕的黄，精华呀，全在这点黄里的。好吃啊！两做法呀都行啊，都挺好吃的。你们可以大胆的尝试啊，真的非常的好吃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啊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蜂蛹每个人都爱吃，但你们了解蜂蛹吗？对于这个完全变态的生物，在不同的发育时期，哪种形态最好吃？它们都有哪些神秘之处？应该如何处理？怎么吃？本期视频大解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郭。应粉丝宝宝的要求啊，咱们今天整一期胡蜂。做这期节目，我特意整了一个蜂巢。目前市场上比较常见的有两种蜂，一种是小点的叫黄角胡蜂，另一种是大名鼎鼎的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虫界的五毒之一金环胡蜂。这个蜂极其的凶猛，蛰上一下至少硬币大的大包。因为它的蜂蛹极其的美味啊，所以呢，现在不少的人呢都在大量的养殖。这玩意儿不便宜啊，100多元一斤。本期视频呢看点很多，有很多的镜头都是大家没看到过的实物特写，非常的精彩。我要进行一个2抛3吃，咱们呢先把这个蜂巢给抛了啊。胡蜂筑巢的技术相比其他的昆虫可以说是遥遥领先。蜂巢的材质使用的是咬碎的树皮与唾液混合的直浆物作为材料，筑巢工艺采用的是上颚咬合法。胡蜂会将团状的直浆用上颚拉成片状，干了以后就像牛皮纸一样。这种造纸术在同行绝对是遥遥领先。蜂巢的内部采用的是超线层多核结构，由多层饼状的巢皮组成，每个巢皮有成百数千个巢房，各巢皮之间由数条巢柄所支撑。蜂巢的外部是个保护壳，巢口开口于下方。以上就是蜂巢的大概结构。来，我们说一下蜂。胡蜂是具有社会性群居，能够发生世代的昆虫。一个蜂群中会有蜂王、工蜂和季节性的雄蜂组成。当蜂王养育完第一代工蜂以后，便正式成为女王陛下。巢中的具体事务都交由工蜂打理。蜂王会作些的产卵来扩大蜂群数量。胡蜂是完全变态的生物，它的一生由卵经过1周后发育成幼虫，幼虫再经过16天左右就开始吐丝作茧，将巢口封盖，这时就变成了蛹。蛹再经过大半个月变成成虫，这个时候它就会用上颚将茧盖咬破，然后羽化，最终破茧成蜂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各个时期的具体特征。卵为一个茄子形，一个巢房只产1枚。幼虫为拳头无足型幼虫，因为它完全躺平，所以所有的角已经退化了，没有单眼和复眼，只有一对大颚和乳突状的触角。随着变态发育，幼虫的整个头部会被蛹期的新生头部所替换掉，旧的脑壳和大颚会残留在蛹的胸部，这个是放大的效果，看得清楚吧？然后会逐渐的退化掉，
这就叫旧貌换新颜。它的身体由13个体节组成，这些小点是它呼吸用的气门，分布在身体两侧，共10对。透过皮肤，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白色呈脉状的气管。心脏位于背部中央，呈长条形。重点来了，我们在吃幼虫的时候会发现，在它的体内会有一个呈黑色囊状的部位。那么这个东西究竟是啥？能不能吃？其实这是胡蜂在幼虫时期临时特化出来的消化系统，是专门储存排泄物的器官，是中肠部由微丝膜形成的一个封闭的囊，不与肛门相通，里面的物质都是它所吃的昆虫残骸。这些食物残渣不断的积累，会滋生许多的细菌，非常的脏，不能吃。等化蛹的时候，齿囊会变干变硬，说白了就是一泼粑粑，会随蜕掉的皮一起排掉。可以说，胡蜂在幼虫时期只拉一次粑粑。来，让我们一起见证这拉粑粑的神奇时刻。处理的时候，用镊子轻轻一挑，然后一挤，屎蛋就出来了。那么幼虫是如何进食的？当它饿了的时候，会一直做磕头的动作，使大颚和巢房之间产生摩擦的声音，给成蜂传达饿了的信息。这个时候，成蜂会将咬碎的幼米嘴对嘴的收入到幼虫的口中。幼虫进完食以后，会分泌一种富有氨基酸的透明液体，会从口中吐出给成虫享用。这种行为称之为反哺。胡蜂的蛹称之为离蛹，也叫裸蛹。而我们常吃的蚕蛹叫背蛹。离蛹从形态上已经具备成虫的外形，其腹肢、触角和翅膀不贴在身体上，蛹皮很薄很脆弱，而背蛹皮厚，腹肢、触角和翅膀都贴在蛹体上。在市场上，商贩们会把幼虫和蛹都称之为蜂蛹，共分为4个等级。无黑色内脏的幼蛹为1级，海未变色的中期蛹也称为蜂巢虫为2级，有黑色内脏的幼虫为3级，即将羽化的成蛹为4级，而成蜂没什么幼，一般都作为泡酒用。像这种1级蛹完全是可以生吃的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成蜂的具体特征。胡蜂最大的特点就是腹部有个横截面，而麻蜂则是弧形，这个特征也是区分胡蜂和麻蜂的重要标志。头顶长有一对触角，有很发达的嗅觉，如果你带有酒气或香水味，那绝对招蜂。两侧是大猪腰子形的复眼，在脑瓜门子上还有3颗单眼，单眼是重要的感光器官，如果把这3颗眼蒙上，那它就成盲蜂了。胡蜂的嘴部也很特别，这个圆形的部位是唇基，唇基的下方有个小凸起，是已经退化掉的上唇，两侧是发达的上颚，这个发棕色呈片状的部位是它的一对下颚，下颚两侧长有下颚须。嘴的最下方是由下唇特化出来的下唇舌，由2片瓣状的中唇舌和小的侧唇舌愈合而成，这种结构能够帮它更好的取食液体状的食物。下唇舌的两侧长有一对下唇须，它的背部长有一对大的前翅和小的后翅，后翅的运动能力比较弱，所以在飞行的过程中前后翅必须要连锁起来。来仔细看，在后翅前缘相应的一部分长有一排翅钩，称之为连翅器，在飞行的过程中会勾住前翅，以保证更多的飞行动力。知了也有这种功能，但连翅器的结构像一个卷板，展开翅膀的时候顺势就会勾上，还可以横向滑动。胡蜂一共有3对不足，其中第1对比较特殊，仔细看，在第1对腹节底部有一处凹陷，与茎节末端的瓣状物形成了一个茎角器，是一个专门用来清理触角卫生的器官。胡蜂会经常的抬起前肢，将触角搂住，然后顺势一抹上，触角就会进入到茎角器的凹槽里，然后刮掉脏物。它的气门藏在腹节内侧，必须抽出来才能看见，这些小黄点就是它的气门。关键点来了，如何区分胡蜂的雌雄？蜂王和工蜂都是雌性，都是由受精卵发育而来，只不过工蜂的卵巢发育不发达，几乎不具备产卵的能力，只有能够成功越冬的雌蜂卵巢发育完全，才会成为真正的蜂王。雄蜂是由未受精的卵发育而来，说明胡蜂除了两性生殖以外，还具备孤雌生殖的能力。从个头上看，蜂王要比工蜂和雄蜂大很多。雌蜂有6个腹节，尾部呈尖形，而雄蜂拥有7个腹节，尾部是平的，触角也会比雌蜂多1节，显得又长又弯。还有个最主要的特征，雌蜂拥有最强的致命武器毒针，而雄蜂是没有的。毒针是由产卵管特化而来。通过解剖，我们发现毒针并不是简单的一根，而是由3根针愈合而成，其中外面的一根是由坚硬的几丁质结构形成的针鞘，称为背刺针，中间有一毒液道，
另外2根在针鞘内，非常的细，呈柳叶针形，锋利无比，称之为俯刺针。2根俯刺针可以在针鞘内自由的滑动，遮阴的时候可以相互交替，刺入到皮肤，然后毒囊里的毒液便会注入到体内，这就是它的毒囊，里面全是毒液，毒性相当的强。一只大胡蜂可以轻易的蛰死一只知了，甚至小老鼠。如果人要是被胡蜂群殴的话，轻则肾衰竭，重者直接南天门报道。在它的尾部还长有一对尾须，尾须的上方靠近背部是它的小屁屁，毒针的下方是生殖口，也是它的交配囊。胡蜂在交配的过程中为什么会牢牢的耗住对方？源于雄蜂特殊的生殖器结构，它的生殖器两侧长有一对粗壮的生殖突击节，可以活动。这对突击节在交配的过程中会渗入到雌蜂的交配囊，然后张开，这样就可以锁住雌蜂的身体。生殖器的中间长有一个较细的生殖刺突，形似船锚，这个部位就是它的加油腔，精子会从加油口排出，然后存储到雌蜂的受精囊中。它的胸部没什么器官，都是肌肉，主要是一些刺激，内脏都集中在腹部，白色的部位是呼吸用的气管，这个是它的中肠，心脏位于背部中线，腹部中线是神经。如果是蜂王的话，体内会有大量的卵和一些脂肪体。胡蜂基本就这些特征，关键是这些蜂蛹应该怎么做怎么吃呢？我们来个一蛹3吃，整个刺身做个汤，再整个讲究点的避风塘炒。做避风塘得先把蛹炸一下，蜂蛹很干净，就不用焯水了。炸之前先拍点粉，炸到色泽金黄，捞出，把多余的油倒掉，放入避风塘炒料，给点基础调料，倒入炸好的蛹，炸好的香葱段搞里头，翻拌均匀。OK， 汤咱们就整个简单点的，紫菜蛋花蜂蛹汤，甩个袖，给点紫菜，加点盐，滴2滴香油，撒点绿葱花。OK， 来吧，开灶。我先整杯胡蜂酒啊，这玩意儿不能乱喝啊。你像我这种有风湿骨病、老肌劳损的老 baby 喝还行，你们小年轻人千万别喝。给整口油，是，哎呀，真香啊！这个做法绝了啊！避风塘独有的那个酸香味儿，蜂蛹的口感呢也很细腻，香甜无比。蛹皮很薄啊，根本就吃不到有皮的感觉，吃到嘴里面就是很舒服，很得劲儿，非常的巴塞。来，咱们整个刺身啊，整个大个的，这玩意儿啊必须给蘸点酱油啊，因为它本身没有什么鲜味。感觉呀像吃了一口豆腐。有很浓郁的那个昆虫高醇蛋白的那个香味儿，入口即化。哎呀，刺身真的不错呀，这个。吃到嘴里面有种微甜的感觉啊，我觉得这个你们可以尝试尝试。你要是不看外形的话啊，这个味道每个人都能接受。整口汤啊，汤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味道，就是紫菜蛋花汤的味儿。咱们给试一下蛹。蛹就是水嫩水嫩的，也没有太特别的味道，但是很清淡啊，也不错，就当滋补汤喝呗。做总结啊，目前蜂蛹是我吃过虫类食物里面最好吃的美食了啊，已经排在第1了。非常推荐这个避风塘的做法，我觉得老少皆宜啊，又香又好吃，非常的 nice。好了，完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啊，下期见，拜拜。